你有没有想过，日本这么发达的铁路系统是怎么诞生的？新干线为什么能这么准时？而这个让无数人惊叹的 JR 又是从哪里来的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日本 JR 的故事。不过你可能不知道， JR 其实不是一个公司，而是一群兄弟公司，他们曾经合体过一次，叫做日本国铁。但那家公司最后是因为太穷、太大、太冗、太不改，活生生拖垮了自己。今天我们就从日本国铁的辉煌、混乱、解体，一路讲到 JR 六大公司的分裂与重生。JR 的成功是因为他敢面对失败。时间回到1872年，日本第一条铁路从新桥到横滨开通了，而那时候的日本还处在明治维新初期，一切都在学习西方。英国作为铁路技术的先驱，不仅提供了机车和钢轨，还带来了窄轨标准。虽然窄轨的建设成本低，能适应日本多山的地理环境，但它的速度上限较低，也为日后新干线必须采用标准轨，造成双重轨距系统埋下了伏笔。这个选择是日本早期国情与未来发展之间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。而铁路这玩意儿，英国人、美国人、德国人都来教过，日本人就是不服输，边学边干，愣是在几十年内把全国铁路铺满。到了二战前，日本铁路系统基本上全由国家经营，名义上叫铁道省，是一种政府部门，铁路和交通都归他管。打仗时期，铁路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，军队物资工厂都靠它移动，你只要控制铁路，就等于控制国家命脉。所以日本当时对铁路的投资非常大，但战后日本一片焦土，铁路也被炸得七零八落。1949年，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国有企业，叫日本国有铁道，简称国铁或 JNR Japan National Railways。 刚成立的时候， JNR 几乎垄断了全国铁路，员工超过40万人，是当时日本最大的企业，也是世界最大的铁路公司之一。刚成立的 JNR 内部管理极为混乱，这时候的日本政局动荡， JNR 在短短2个月内连续发生了下山事件、三一事件、松川事件3起著名的悬案或爆炸案。这3起事件涉及高管神秘死亡、列车脱轨，不仅给 JNR 蒙上了一层政治阴谋的阴影，也成为政府对工会全力进行压制，并加速 JNR 官僚化的催化剂。这是 JNR 从垄断走向混乱的第一个转折点，体现了它的坏一面，这就是 JR 的前身。50年代日本进入战后重建期，经济开始起飞，铁路就是经济成长引擎。但真正让 JNR 名声大振的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夕开通的东海道新干线。东海道新干线的成功背后是一场巨大的技术赌博。当时许多专家认为，在多地震地形复杂的日本，建造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铁路是技术狂想。但 JNR 总裁石河信二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政治反对，坚决推进，甚至私自扩大了预算，这让 JNR 在技术上赢得了世界，但在财务上却输了自己。石河本人也因此辞职，成为一个悲剧英雄。这个悲剧英雄的故事让新干线的辉煌更具戏剧性。没错，就是那条被称为子弹列车的新干线。它是世界上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速铁路，最高时速210公里，把东京到大阪的车程从6个小时压缩到4个小时以内，将特急列车的近7小时车程大幅缩短到4小时。重点是它比飞机准时，比开车便宜，比巴士舒服，乘客疯狂增长，新干线成了日本现代化的象征，也成了 JNR 的招牌。到了1970年代， JNR 全盛时期拥有超过2万公里的铁道网，每年客运量超过40亿人次，收入也高达数兆日元。听起来很风光，对吧？但危机其实已经在暗中酝酿。其实在1970年代后期，国铁就已经意识到一些地方支线亏损严重，于是1979年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名为特定地方交通线的政策，目的是鼓励地方政府接手这些运营不善的支线，或是改为巴士服务。当时约有80条线路被纳入废止计划，后来有数十条线路被永久废除或转为地方经营，引发地方剧烈反弹，这引发了不少乡村地区的抗议，但也说明了国铁已经负担过重，连最基本的普遍服务都快撑不下去了。首先是钱不够，新干线虽然很赚钱，但 JNR 整个系统太大，地方线路多，山区线路多，
人口稀少的地方也要服务。举个例子，某个山区小站一天才进出几十个人，但 JNR 还是要开车养人修路，因为国铁有公共责任，不能只做赚钱的。这种社会性亏损慢慢累积成财政黑洞。JNR 的官僚体制不仅养懒人，还滋生了腐败，员工的效率低下到什么程度？曾有公开调查指出， JNR 员工的实际工作效率只有私营铁路的60%，大量高薪职位被用来安置政治关系户，导致管理层根本不了解基层运营。这种企业蛀虫般的消耗才是每年造日元亏损的根本原因。第二个问题是人太多。1970年代后期 JNR 员工人数超过45万人，而且是铁饭碗体制，薪资制度、升迁制度都是几十年不变，工会非常强势，稍微裁员提效马上就大罢工。有一年甚至发生过车站临时关门，旅客无法回家的大规模罢工事件，搞得民众怨声载道，政府也骑虎难下。第三是技术与管理脱节，再加上国铁长期使用人工售票系统，导致乘客买票经常要排队半小时，票价制度也极为复杂，一段路程要查2-3张票价表才知道金额。到了1970年代，自动售票机在全球兴起，但国铁因为组织庞大，工会阻力大，迟迟没法大规模更新设备，管理体制严重落后于乘客需求。虽然有新干线，但 JNR 的本体运营却还停留在老旧的方式，设备老化，票价落后，投资效率低，财务混乱，再加上每年还要给旧债付息，导致整个企业慢慢进入赔钱借钱再赔钱的恶性循环。到了1980年代初， JNR 每年亏损超过1兆日元，总负债破20兆，等于是一个国家级的定时炸弹。事实上，国铁民营化是日本战后最具争议性的改革之一。在改革推进时，工会的抗争达到了白热化，许多激进的工会成员甚至采取了尊法斗争，严格遵守所有规章制度，故意拖慢效率和破坏行动，造成列车严重误点甚至停运。政府和国铁高层则采取了区别对待策略，将反对改革的工会成员边缘化调岗，将支持改革的员工纳入新的 JR 公司。这场改革的本质是一场国家与工会之间关乎政治命运的残酷战争。1982年上台的中曾根康弘首相把它列为3大民营化目标之一，另外2个是电信 NTT 与烟草 JT。 他认为国铁是负债黑洞，不改革就会拖垮国家财政。这场改革过程激烈，遭遇强大反对，包括全国铁路工会的多次大型罢工和激烈抗议行动。尽管如此，政府依然推进了改革，最终有数万名员工面临转岗或裁员，引发巨大的社会阵痛。怎么办？日本政府决定不能再拖了。于是1985年开始，政府主导对 JNR 进行解体民营化，计划核心是一拆7分。原本庞大的日本国铁将被拆成7家公司，6家地区性的旅客运输公司， JR 东日本、JR 东海、JR 西日本、JR 北海道、JR 四国、JR 九州，外加一家专门做货运的 JR 货物。 JR 货物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租金，更关键的是土地资产的缺乏。在拆分时，车站和铁路沿线的黄金土地绝大部分都分配给了6家旅客 JR 公司，尤其是 JR 东日本、东海和西日本。 JR 货物几乎没有拿到任何有价值的房地产，这意味着它失去了 JR 公司最强的副业房地产开发的收入，让它的经营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。这是国铁资产划分不公对 JR 货物留下的永久性坏账。但 JR 货物的命运和旅客公司差很多，因为国铁拆分时，大多数货运线路已经转向公路运输，铁路货运占比逐年下降。更糟的是 JR 货物必须付费，像其他6家旅客 JR 租用轨道增加成本，这种房东收租模式让 JR 货物多年难以盈利，直到近年环保议题崛起，货运减碳才让它稍微受到重视。这些公司名义上互相独立，资产、人事、路线、车站都分开，但背后都有一个临时成立的管理机构——日本铁路建设工团来协调。此外，货运班次必须优先让行于客运列车，导致其运营时间受限，效率难以提升。1990年代起， JR 东日本、JR 东海、JR 西日本相继上市，开始真正独立运营。其他几家则因为地理、人口或经济规模限制，经营上相对辛苦。
这个重组方案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，想象一下，一个员工数十万，赤字高达20兆的巨型国有企业，被拆成几个公司继续跑，如果搞砸了，不只是铁路服务中断，整个日本社会可能都会瘫痪。但结果呢？重组后的 JR 集团竟然真的活下来了，甚至变得更灵活、更赚钱、更创新。其中最亮眼的是 JR 东日本，它负责东京首都圈以及东北上信越等地区，是人口最密集、需求最大的区域。JR 东日本不仅成功让新干线升级，还推出了像苏伊卡、卡西瓜卡、自助闸门车站、商业开发等现代化措施。有些车站变成购物中心，有些车站上盖开发，变成商业大楼、饭店、写字楼。你以为它是铁路公司，但其实它已经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了。JR 东日本的商业帝国甚至延伸到了零售业，他们创造了像 Ekinaka 站内经济这种独特的商业模式，将车站改造成购物中心、餐厅和超市，让你在通勤时就能完成购物。他们还拥有自己的饭店品牌百货公司 Lumin， 甚至有自己的金融服务。可以说 JR 东日本已经进化成一个以铁路为核心，辐射整个首都圈生活的综合体，这才是真正的客户为王。而 JR 东海则是靠一条路线称霸天下，没错，就是东海道新干线。这条从东京到大阪的黄金线路占据了日本新干线营收的绝大部分，是 JR 东海的收入命脉。光靠这一条线， JR 东海就可以年年稳定赚钱，甚至用这笔钱去投资下一代的磁浮列车、超导磁悬浮新干线。虽然这个项目争议很大，预算惊人，但它代表了日本对铁路未来的企图心。JR 西日本则接手了关西北路中国地区，包括大阪、京都、神户。它一度在2000年代因为福知山线脱轨事故而形象重挫，但之后在安全管理危机公关上积极改善，慢慢恢复了乘客信任。调查发现，司机因担心误点被罚，而高速通过曲线路段酿祸。事故揭露了 JR 西日本内部过度追求效率和准时的压迫文化，但也促使全 JR 集团重整安全管理体系，重新审视人命与效率之间的平衡。不过其他几家 JR 公司的故事就没这么顺了，像 JR 北海道长期经营赤字，人口老化严重，铁路设备年久失修，几乎每年都面临要不要关线的生存问题。 JR 四国也是类似情况，路线长，客量低，只能靠政府补贴苦撑。 JR 九州虽然一开始也很惨，但后来靠着房地产、饭店、观光列车等副业，慢慢走出自己的路，还成功上市成为转型代表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 JR 有些公司这么成功，有些却一直亏钱？其实答案很现实，就是地理人口资源差距。有东京和大阪就像开挂，每大城市只能硬撑，你做的再好也填不满空空的车厢。但回头来看， JR 改革最大的一课是什么？就是从铁道为王转向客户为王。过去的国铁是我有火车，你们自己来搭，现在的 JR 是你要购物、通勤、旅游、出差，我来配合你的人生。铁路不再是国家机器，而是生活服务业。但 JR 的故事还没讲完，他们是怎么从传统铁路公司变成了现代服务业巨头、科技先锋，甚至是观光网红？你可能不知道，今天的 JR 已经不只是火车公司了。我们从一个很浪漫的东西讲起，观光列车。 JR 集团中最具创意的就是九州。 JR 九州明明负债一堆，人口又少，为什么反而能活下来？答案就是打造会赚钱的观光列车。他们请来日本知名设计师水户刚睿治，把原本破破烂烂的旧列车打造成像移动旅馆一样的豪华列车，比如游步院之森，车厢内部全木质装潢，还有大片观景窗，乘客不仅搭车，还能享受温泉小镇风景，还有更浮夸的七星号。这是全日本第一辆真正的奢华列车，一张票动辄数十万日元，但座位却年年爆满，根本一票难求。你以为火车只是代步工具，人家把它变成高端旅游体验，而且还带动沿线地方观光、住宿、饮食全面发展，成为 JR 九州最成功的翻身案例之一。除了观光转型， JR 另一大革命是 IC 卡技术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熟知的苏伊卡、西瓜卡。苏伊卡的出现直接改变了日本人的搭车方式，也影响了全亚洲的交通支付逻辑。
其实斯威卡卡采用的技术是由 Sony 开发的 Felica 非接触式智能芯片，这种芯片读取速度极快，仅需 0.1 秒就能完成交易，是当时全球最快的无线支付技术。接尔东日本为了这张卡建立了庞大的后台服务器系统，能同时处理上百万张卡的进出站记录，也成为全球智慧交通系统的标杆。这张卡最早是2001年由 JR 东日本推出，内建 IC 晶片，乘客只要轻轻一刷，不用排队买票，不用对金额，系统会自动计算最便宜的路线。但厉害的不只是刷卡，而是 JR 东日本背后的数据系统，能精准追踪每位旅客的路线、时间、频率，变成了宝贵的大数据资产。后来这张卡还进军便利店、自动贩卖机，甚至可以当电子钱包用，慢慢扩展到其他 JR 公司地铁公车，再跟 Passmo ICOCA 互通。今天你只要有一张卡，就能横跨整个日本。这不只是交通的整合，更是生活入口的争夺战。苏伊卡卡不仅仅是支付工具，它还是日本最大的数据金矿之一。JR 东日本通过这张卡掌握了数千万用户的行动热点图，哪里是通勤高峰，哪个时间段便利店生意最好，哪些路线乘客正在减少，这些数据指导了他们的房地产开发和零售布局，形成了铁路与商业的完美闭环。这张卡是 JR 东日本打败其他私铁公司的秘密武器，而 JR 东海则把科技玩得更硬核。他们一直在主导一个超大工程，叫做中央新干线。听起来像普通新干线，对吧？不，这是一条用磁悬浮技术 Maglev 的超级新干线，也就是传说中浮在空中的火车。磁悬浮列车没有轮子，是靠磁力让整列列车漂浮在轨道上，再用强大的电磁驱动前进。速度呢？时速超过500公里，东京到名古屋只要40分钟，再延伸到大阪最快1个半小时，横跨3大都市。听起来像科幻电影，但其实已经开始施工。JR 东海为了这条线砸下9兆日元以上，等于押上半条命在赌未来。JR 东海对磁悬浮的坚持被外界视为是独裁式的愿景，由于它是100%自费建设，因此他对沿线地方政府的态度极其强硬，几乎不接受任何妥协，特别是静冈县的阻挠导致项目无限期延后，这凸显了 JR 东海在追求极致科技突破时与地方共生关系的失败。这是 JR 公司好的一面，敢于突破，和坏的一面，傲慢的完美体现。不过这条路线也不是毫无阻力，由于工程规模巨大，需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地下，沿线居民担心地质破坏水源消失震动影响，特别是静冈县坚决反对工程通过。自2017年起多次抗议甚至阻工，导致整条线的完工时间一再延后。原本目标是2027年，现在看可能要推迟到2030年甚至更久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个项目代表着 JR 不甘心只是准时发车的公司，而是想成为世界铁路科技的领头羊。不过现实从来不会全是美好的， JR 集团这些年也面对了许多挑战，除了少子化危机，2020年的新冠疫情也对 JR 集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疫情期间，大量通勤族居家办公旅游也大幅萎缩，导致 JR 东日本一度出现创纪录的赤字。JR 西日本也传出裁员计划，这是 JR 民营化以来首次全系统大规模陷入亏损，迫使他们加速调整商业模式，比如开发 APP 订票、扩大非通勤时段收入、投资地方再生等方式自救。疫情的冲击让 JR 东日本首次提出了裁员或削减非核心业务人员的计划，同时加速了车站无人化的导入。他们正在将多余的铁路员工培训转岗到酒店或商业部门，试图将危机转化为体制瘦身的契机。疫情迫使他们直面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准点已不再是生存保障，灵活才是未来。这是 JR 面临的最新最现实的转折点。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日本现在有很多铁路支线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搭了，特别是北海道和四国，有些路线一天只有1-2班车，甚至整天一位乘客都没有，但维护成本非常高，轨道要养护，站务要有人力，列车也要维保。在国铁时期可以用全国补贴来扛，但民营化之后各公司必须自负盈亏，结果就是
每年都有支线停运、无人车站关闭，甚至一些农村居民组织自发跪求 JR 不要断线，这也变成一个政治难题。到底铁路是公益还是生意？如果把铁路当作赚钱工具，那乡下永远没有未来。但如果全都当社会福利，那就回到当年的日本国铁负债20兆的地狱轮回。JR 各家公司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拉扯，有的选择减少班次，有的干脆转为巴士服务，有的则改建成观光线路，比如北海道的流蒙本线、四国的岛原铁道，都曾因为客量太低而停运部分区段，引发社会热议。这其实是整个日本社会在问自己，如果没有铁路，我们还能活吗？另一个危机是地震与灾害。JR 虽然准时可靠，但面对地震、海啸、台风，却几乎毫无抵抗力。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，东北新干线受损严重，部分区间中断好几个月，损失超过几千亿日元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JR 东日本用了短短49天，就修复了最核心的区间，这背后是他们长期投入的抗灾预案系统、轨道巡检 AI、车站防震结构全部启动。但你想想，这种级别的地震如果放在别的国家，可能半年都恢复不了。这也体现出 JR 对风险管理的极致追求。他们知道铁路不仅是运输工具，更是国家生命线。你可能会好奇，未来 JR 还能进化到哪里？其实他们已经在测试自动驾驶列车， JR 东日本和JR西日本都在尝试用 AI 系统来减少人力成本，甚至在一些支线上测试无人驾驶列车，希望未来能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。同时车站也在大规模导入无现金系统、脸部识别入闸技术，甚至用机器人巡逻清洁和引导乘客。这些看似未来感很重的技术，其实已经在 JR 的实验站试运营列车中出现，当然也有失败的，像是 JR 东日本曾推出的空中电车计划，因为技术复杂、成本高昂而最终放弃。但这也说明了一件事，他们愿意尝试，也愿意承认失败，这在保守的日本企业中是非常难得的文化。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，曾经日本国铁是世界最大铁路帝国，却因为巨额赤字和官僚体制崩盘，但它没死，而是裂解重生，变成7家 JR 公司，各自探索生存之道，有的靠新干线赚钱，有的靠观光列车翻身，有的靠房地产自救，有的靠科技转型。他们面临的问题早就不是怎么发车，而是怎么活下去。而正是这种不断转型、不断试错、不断回应社会需求的精神，让 JR 在全球铁路业中依然是最受尊敬的系统之一。如果说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一种精益求精，那 JR 就是这个民族精神最日常也最现实的体现。它可能不完美，但它永远准点。你喜欢这样的铁路故事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你最想搭哪一班 JR 列车？是新干线，还是7星号，还是某一条快要消失的乡间支线？喜欢这个影片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